诡异降临，人类惶惶不可终日。而我，诡异世界的王，我将给人类带来无尽的恐惧。臣服在我的景象吧。我操！我叫小嘎嘎，全世界只有我看不见鬼异。江滨是一个不起眼的昏暗小巷，一位诡异调查局的干员全身紧绷，目光如鹰般锐利，紧紧地盯着一个纸箱子。这个纸箱看起来毫不起眼，但仔细看就会发现，箱子的开口处隐约的暗红色，像是残留的血渍。这玩意根本就不是箱子，而是一个会杀人的诡异实体。在诡异调查局档案中的代号为吃人纸箱，危险等级被定义为 C 级，都市怪谈级别。前不久江滨市发生了多起全家失踪事件，就是这个诡异造成的。怎么这么晚了，还有人在巷口站着？刚才好像还试图拦我的车。这都2025年了，该不会还有站街的吧？完了，又要多一个无辜的牺牲者了。目标即将暴走，所有人准备撤离。可那个骑电瓶车的人呢？不管了吗？他距离目标太近了，救不了了，放弃吧。纸壳子5毛钱1斤呢，运气真好。我操！组长，现在怎么办？就让他这样把目标带走吗？要不追一下？追个屁！人都走远了，怎么追？回去调监控吧。波克侠，诡异调查局江滨市分局7组组长。组长，这个断手要怎么处理？还能怎么处理？装袋子里，都走。什么？你说有人把诡异实体给肢解，然后打包带走了？诡异调查局江滨市分局局长季丁宝，人送外号夺命飞鞋。你是不是精神出问题了？这种谎话都能编得出来？我看你是不想干了。局长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当时在场的干员都可以作证，而且虽然巷子里没有监控，但行动的干员佩戴了记录仪。你还好意思提行动记录仪？你自己怕是都没看过吧？局长，你听我解释，是远光灯，那混蛋开了远光灯，这件事的责任的确在我，我不该把无关人士放进行动区域的，我甘愿接受处罚。这次你们行动失利的过错，我先压着。现在给你们7组一个任务，全力调查昨晚出现在小巷里的那个神秘男子。目送波克侠离开，基丁堡的右脚又不自觉地在地板上摩擦了几下，听见动静的他低下头看向办公桌下，这才发现自己的整条右腿竟不知何时扭曲成了一个诡异的形状，越来越不受控制了吗？第二天上午，窗外一阵喇叭的声音吵醒了我。回收旧冰箱、旧电脑、油烟机、电空调。欧耶，赚钱时间到了。一共12块给你。今天的早餐有着落了。嘿，什么玩意？这都臭了。我擦，什么店啊？这么多人买。算了，一定是没睡醒回去再睡会。我们刚刚收到消息，阳光小区附近的一个废品收购站报的警，他们声称发现了疑似和凶杀案有关的物品。警方前去调查后，发现该物品和之前由我们接手的吃人纸箱外形非常相似。居然真给卖了！查，给我狠狠的查！我要知道把吃人纸箱当纸壳子卖了的家伙，究竟是何方神圣？可是长官，这一带是老小区，收纸壳子的人太多了，根本调查不出什么啊。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办？还查不？还查个屁！怎么查？回去调档案吧，重点调查这一带。要早起上班的上班族，对方这么早就把吃人纸箱卖了。我以前当刑警的经验告诉我，对方80%是要早起上班的。注意看，像那家伙那样懒懒散散睡到大中午的废物，就不用花功夫查了，肯定不会是我们的任务目标，查了也是白查。一觉醒来，时间已经来到了傍晚，刚打开某团骑手平台的我就收到了订单消息。我靠，又是这家包子店的单，生意这么好吗？你好，你的外卖到了。好了好了，下一单下一单，冲冲冲！您收到一条差评，包子是臭的，我天天吃快乐包子铺的包子，我不信是包子铺的问题，肯定是骑手弄的。你好，请详细描述您的问题。转人工，人工服务忙，请详细描述您的问题。垃圾平台啊！请使用文明语言描述，详细描述您的问题。半个小时后，我看着自己重新恢复全5星好评的个人主页，脸上浮现出了满意的笑容。可恶，浪费我这么多时间！我今晚就去那家快乐包子铺直播打假，我倒要看看那家店到底是不是有问题。果然有问题吗？
与此同时，城市内某个房间内，一个人坐在冰箱前，手上拿着什么东西，不停地往嘴里送。二叔，你还真是喜欢吃这家店的包子，怪不得晚上连晚饭都不吃，原来在家里冰箱偷偷藏了存货。二叔，别吃了，那包子还没解冻呢。二叔，你到底怎么了？包子，我要包子。既然吃不到包子，那就先吃你解解馋。整个江滨市九城区，这一幕场景屡屡发生，无数人像是感染了丧尸病毒一样，开始疯狂袭击周围的骑士。我是行走在黑夜的骑士，我所过之处，人们都被饥渴与欲望支配。我亦是藏身于隐秘的存在，不可直视之主。人性的黑暗都将在我眼中显现，此眼亦是千万人之眼。我叫小嘎嘎，全世界只有我看不见鬼。这是什么 play？ 家人们，这好像不是情趣 play 现场，而是犯罪现场。主播撞上犯罪分子行凶了，不过没关系，有家人们的支持，主播无所畏惧，满满的正能量，岂会被邪恶吓跑？阿娟，你怎么了？吉丁宝又看向还在逼逼叨叨解说的小嘎嘎，他不明白为什么对方没有被阿娟控制，更不明白阿娟为何会突然倒下不动，就像是死了。家人们，这似乎是一起爱恨纠缠的家庭伦理凶杀案。这位穿着一只切尔西的老哥，他似乎情绪有些失控，不过没关系，主播已经从刚才的只言片语里推测出事情的大致脉络了。下面就让主播为家人们一一道来。小嘎嘎原本看情况不对，打算开溜，但硬生生止住了自己的步伐。无他，家人们满屏的礼物蒙蔽了我的双眼。我要嘎了你！切尔西哥，你先不要激动，现在光线暗，再加上你脸上有血，我手机像素也不高，没人看得清你的脸，你还有机会逃脱法律的制裁。但你要是攻击我的话，我就会立刻开灯，你的样子会被数万名网友看到，你也不想这样吧？不行，我的身份不能暴露。现在灯光昏暗，直播间里看不清楚我的脸。至于切尔西，那并不是什么大问题，无法实锤我的身份。变态嘎人犯爱穿切尔西，怎么也牵扯不到我吉丁堡。该死的！阿娟，你究竟怎么了？还有王岩，那小子怎么还没有变成？阿娟，王岩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，他只感觉自己似乎又恢复了身体的控制权，心中亦是不敢相信，他这是又成功上号了。他的脑海里想了很多，突然他想起了波克侠向他提起过的一类人。王岩啊，这个世界上有这么一小撮人，他们对诡异侵蚀的抗性相较于普通人要高得多，甚至可以免疫比较弱的诡异的影响。那这种人不是诡异的克星吗？算不上克星，只是在驾驭诡异实体的时候，比普通人的存活率要高出很多罢了。真遇上3灾级别的诡异实体，该死还得死。我们局里有没有这种人呀？有，但不多，而且这种抗性也是因人而异的。目前记录在册的这种抗性最强的人，是岛国的一位巫女。据说她活着从灾厄级诡异实体血天女的血雨中走了出来。王岩还记得波克侠说过，这类人具备诡异抗性的人被称作无垢者，一指连诡异都难以污染的人。原来我王岩也是一名无垢者吗？活了20多年，我居然才知道这件事。二叔，你骗我骗得好可惜，不要轻举妄动，也不要做多余的事，否则我会直接说出你的身份。场面一时间僵住了，小嘎嘎没有动，吉丁堡没有动，王岩也没有动，至于地上躺着的阿娟当然也没有动。包子铺2楼的几人像是在玩一个谁先动谁就输了的游戏。包子铺2楼陷入了寂静，小嘎嘎的直播间却炸了锅了，弹幕漫天，几乎要将屏幕遮住。对方不知道自己脚上的鞋有什么特殊之处，我相信以自己的速度，绝对能在开灯之前将其当场击毙。然而他预想的一切全都没有发生。吉丁堡将手放在自己的右脚上，抚摸着那只切尔西，这还是他第一次这么直接的触碰这只诡异实体。他惊骇地发现，这只切尔西仿佛变成了一只普普通通的鞋子，甚至比起普通的鞋子，它还要更破旧一些。这还是那个嘎人无数、危险等级达到怪谈级的诡异实体吗？这老哥该不会被刺激傻了吧？设身处地想一下，我如果出差回来发现老婆出轨，追打老王时又被万人直播，若是我经历了这些，恐怕想死的心都有了。而吉丁堡看着现在楼梯口阴影中的那个戴着外卖头盔、面容模糊不清的人影，
却感到了发自灵魂的恐惧。所有的异常都是从这个外卖小哥来了之后才出现的。阿娟的离奇死亡，轨带的脱落，还有自己脚上失去作用的切尔西。这个外卖小哥绝对不是普通人，而是一名驾驭了危险等级，也就是灾难级诡异实体的鬼徒。真的有能够驾驭 A 级诡异实体的人存在吗？不对，您究竟是什么？这时间，手机屏幕的正中央有着一条弹幕。想看主播以克苏鲁的方式向切尔西介绍自己的职业，做到的话我立马打赏。我也想看，跟一个主播加油！我没钱打赏，只能给你点关注了。我是行走在黑夜的骑士，我所过之处，人们都被饥渴与欲望支配。我亦是藏身于染欲的存在，不可直视之主。人性的黑暗都将在我眼中显现。死亦是千万人支配饥饿与欲望的黑夜骑士，窥视人性之暗的隐秘存在，不可直视之主，千万人之眼。此刻屋内的王岩看着面前怪异的一幕，虽然搞不清吉丁堡想要做什么，但王岩知道这里是绝技不能待了。对方驾驭的诡异实体已经脱离了轨带的限制，随时都有可能将在场的所有人秒杀。我还不能死，二叔已经被诡异侵蚀了，我必须将这里的情报传递出去。抱歉了，不知名的外卖小哥。路灯的笼罩下，一个男子在街道上拼命奔跑着，他的面色狰狞，宛如厉鬼。该死的，我车呢？哪个杀千刀的偷了我的车？我二叔还在车里呀！我是行走在黑夜的骑士，我所过之处，人们都被饥渴与欲望支配。我亦是藏身于隐秘的存在，不可直视之主。人性的黑暗都将在我眼中显现。死也亦是千万人之眼。我叫小嘎嘎，全世界只有我看不见鬼。破窗的动静并没有影响到切尔西老哥，对方依然一脸狂热地盯着小嘎嘎看，这让小嘎嘎心底有些发毛。老哥，要想生活过得去，头上必须带点绿啊！节哀，我看警察也快来了，我就先走了。老哥，你看着办吧。我靠，这位家人们，这里位太大了，主播有些受不了了。今天就先这样吧，再待下去，警察估计都要来了。主播还不想那么早暴露身份，拜拜了，家人们。目送着伟大存在远去，吉丁堡收回了目光中的狂热，他转过身，看向了倒在地板上的阿娟。阿娟依然没有任何动静，就像是真正的死去了一样。阿娟，你是我的。阿娟，我们终于合二为一了。此时，诡异调查局江滨分局一位干员火急火燎的跑到了波克侠的跟前。组长，出事了！又出什么事了？是快乐包子铺。组长，你不是让我们行动时避开那里吗？对呀，有干员去快乐包子铺了。也可以这么说。什么叫也可以这么说？把话说清楚。组长，你还是自己看吧。这都什么跟什么？等等，是局长吉丁堡，这是王岩。直播画面里一片寂静，也没有一条弹幕。这是因为之前那个干员把弹幕显示的功能给关闭了。不过如果他看到了弹幕，心态恐怕会更加炸裂，因为弹幕已经将老王岩绿了切尔西吉丁堡的事情给坐实了。支配饥饿与欲望的黑夜骑士，窥视人性之暗的隐秘存在，不可直视之主，千万人之眼。原来是这样。建立档案，这次事件发生在我们江滨市，我们拥有第一命名权。源头诡异实体的代号就叫做诡异支配者，危险等级暂定为 B 级，灾害级。好的，组长。那诡异实体的外形呢？暂定为直吗？一群蠢货，你们还看不出来吗？这次的诡异实体就是这场直播的主播，那个乱入的外卖小哥啊！严哥，是严哥。什么严哥？我认识吗？是王岩呀，你侄子王岩，他回来了。等等，是鬼奴？不对，这也不像啊！二叔还活着，而且看起来恢复正常了。该死！波克侠这个混蛋居然真的将我丢下，独自一个人开车跑了。枉我赌上一切闯进包子铺博取一线生机，险死还生后又不顾一切回到调查局传递情报。那个，我当时还以为你死定了。我也以为你已经死了。气氛陷入了尴尬。王岩想了想，率先开口：不是那个外卖小哥，也不存在什么诡异支配者，是吉丁堡。吉丁堡？什么吉丁堡？王岩，你说清楚点。波克侠，你坐在开着空调的办公室里，喝着饮料看了那么久的直播，
还不知道真正的敌人是谁吗？该死！这个不孝子王岩在内涵为叔。王岩啊，这件事是二叔我做的不对，以后二叔一定会补偿你的。你先说说，包子铺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王岩说出的真相，震惊了诡异调查局里面每一个人，就连空气都变得无比安静。组长，那诡异支配者的档案要不要撤回？还有对那个外卖小哥的通缉令，档案不必撤销，反正只是根据推测暂定的档案，没有明确的指向。档案库里这样的档案多了去了，不过直播平台就不用联系了。另外建立一个新的灾害级诡异实体档案，代号阿娟，危险等级 B， 再让警方配合一下，将通缉令的目标改成诡异调查局江滨分局前任局长吉丁堡。阳光小区，回到出租屋的小嘎嘎盯着手机上的直播平台后台界面，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激动的心和颤抖的手都暴露了他此时的心情。本场直播观看人次113694人，总收入8492.5元。好家伙，干直播不比干外卖收入高多了。天不生我小嘎嘎，直播界万古如长夜。不会这么快就暴露身份了吧？这个外表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外卖小哥，就是能够轻易肢解怪谈级诡异实体的可怕存在。诡异支配者吗？你谁呀？啊，我是阿波呀，就那个之前给您外卖配送打了差评的，哈哈。你小子，你来我这干嘛？今个我是来向阁下您赔不是的，之前是我态度不好，我向您认错，希望您大人有大量，原谅我的冒犯。等等，我是不是在哪见过你？阁下昨天的确见过我，我正准备谢过阁下的救命之恩。你居然是警察局副局长？几分钟后，小嘎嘎送走了播客侠，他的手中多了一本巴掌大小的证件，上面刻着江滨市警察局的钢印。证件打开，上面写着一行字：江滨市警察局特别行动员小嘎嘎。等等，这权利说明我在送外卖时拥有合法超速行驶，不必遵守交通信号灯等一系列特权，甚至都没有在后面备注要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。芜湖，这下子还有谁能比我业绩高？我是行走在黑夜的骑士，我所过之处，人们都被饥渴与欲望支配。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和我签订契约，我将给你带来新的希望。我叫小嘎嘎，全世界只有我看不见鬼。新北市诡异调查局总部，一场关于诡异支配者的紧急会议正在召开。虾仁饭，现任总部队长，灾害级诡异实体灵异面包车驾驭者李三缺，驾驭诡异实体代号为天狮猪鬼剑。莫以晨，染血的袈裟，灾害级。温富怀，鬼眼娃娃，同样也是灾害级。就是这样，江滨分局的局长亲自确认了，诡异支配者的确具备某种让周围诡异值降低到0点的能力，再加上江滨分局的前局长吉丁堡对其的称呼，我认同波克侠局长的判断，其有很大可能是一名驾驭了灾难级诡异实体的鬼徒。会议桌的上手，田地对着投影屏幕，将江滨市分局那边传来的诡异实体档案详细讲述给了在场的众人。此时屏幕里显示的正是小嘎嘎的照片。副部长，你都有了结论了，这场会议还有必要吗？我加班费也挣够了，要我看，要不咱们就原地解散了吧。副部长的判断是否过于武断了？贫道方才听你所说，这个名叫小嘎嘎的男子，从出生到现在，周围从未发生大规模诡异入侵事件，此事不假吧？不假，我们通过官方的档案调查了对方20多年来的所有资料，基本可以确定对方从未遭遇过诡异入侵。最接近的一次还是在包子铺2楼那次面对灾害级诡异实体阿娟。那就奇怪了，在座的各位队长都是驾驭了灾害级诡异实体的人，应该都深有体会，驾驭诡异实体必须先抵抗其侵蚀，也就是说，只有处于诡异实体入侵的核心区域，才有机会驾驭入侵的诡异实体。你道友，你的意思是，既然只有亲自置身于诡异实体入侵的现场才能驾驭诡异，那这个小嘎嘎又是怎么驾驭诡异实体的呢？道士哥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，对方其实遭遇了诡异入侵，只是规模不大，并没有被总部察觉到呢？如果是灵异级或者怪谈级的诡异实体，或许的确可以躲过总部的监控降临，并被人驾驭，但3灾级别的诡异实体绝不可能无声无息的降临。
3灾级别的诡异实体降临的确会造成极大的灾害，从来都没有例外过。这个诡异支配者的确不符合这个条件，我看不如派一位队长去试探一下对方如何。贫道走一趟吧。行，那就辛苦李道长一次了。确定了试探的人选，会议很快就结束了，队长们也都离开了，就连那部老旧的手机都被一位工作人员带走了。王志华站在空无一人的会议室内，看着投影屏上小嘎嘎的大头照，忍不住嗤笑一声。疑似灾难级，下次是不是还要上报一个灾厄级？瞧瞧，这次就拿你们江兵士来杀鸡儆猴。正在送外卖的小嘎嘎并不知晓自己已经被人盯上了，他此刻正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里风驰电掣，让他各种超速，仅仅1个下午，他就完成了平时到凌晨的单量。这家伙是不是有些太嚣张了？真是活久见了，刚才被一辆送外卖的电瓶车超了。刚刚你也看见那个送外卖的电瓶车了，刚才他也从我身边过去了，那速度绝对超速了。这年头居然还有臭送外卖的敢这么嚣张，咱们要不办他。各单位注意，有一辆外卖电瓶车，车牌号是9527，该车在世纪大道屡屡超速，且态度嚣张，影响非常恶劣。正在送外卖嘎嘎发现自己的身后不知何时跟上了几辆警车，只是他的车速实在太快，对方跟得似乎有些吃力。开什么玩笑，那小子又加速了。他那尼玛还是电瓶车吗？怎么比我们警车还快？跟我比飙车，你们还得练。来嘿，到了，您点的外卖到了，请拿一下。哎，又是急躁老哥，都不听人把话说完。是你点的外卖吗？报一下手机尾号，万一不是你的，我会因为送错餐扣钱的。62，手机尾号是6263对吧？餐是我点的，我是福康酒店的厨师长，这家伙是我们酒店的一个员工，被我抓到偷拿同事的外卖很多次了，没想到这次竟然偷到了我的头上。偷人外卖，哼，我最讨厌偷人外卖的家伙了，你们可不能轻易放过他。一定。谁说？我要给你了。这位外卖小哥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没别的意思，就是这餐应该不是你点的吧？作为外卖骑士，我只为真正的顾客服务。呵呵，真正的顾客嘛，既然你自己找死，就怪不得我了。你也怪我。还有这种好事？你们这工资怎么算的？日结还是？在小嘎嘎离开10分钟之后，王岩将越野车停在了路边，看向眼前的这栋门口挂着红灯笼的老旧的中式酒楼，然后又看了眼手中的一份档案，对着旁边点了点头。局长，这里就是福康酒家了。波克侠也看了眼车对面这家名叫福康酒家的酒店，在诡异调查局的档案中，这里被定义为怪谈级诡异之地。我是行走在黑夜的骑士，我所过之处，人们都被饥渴与欲望支配。无论你在何时何地，和我签订契约，我将给你带来生的希望。叫小嘎嘎，全世界只有我看不见鬼。江滨市上空，正在遇见飞行的李三缺接到总部电话，江滨市出现诡异，需要支援，总部希望你能去处理一下。诡异吗？接触诡异支配者的餐前小菜吗？贫道就去解决一下疑点。与此同时，酒店内，王岩和波克侠僵硬地坐在餐桌前。这个鬼域不对劲，进入这里之后意识完全被篡改了，根本就动不了，怎么办？刚刚看到隔壁桌吃了羊肉已经变成羊了，还没见到 BOSS， 现在就要用鬼徒的力量了吗？鬼手，能力类似鬼带，灾害等级未知。得救了，还好提前报备给了总部，不然直接人生完结了。他在地下室，要动手抓紧时机。上班哪有不摸鱼的？而且是日结，家人们简单拉个屎。我操！好家伙，拉屎居然不锁门的。嗨，我没想到你在里面，抱歉。无妨，我就先出去了，外面还有人在等着呢。不好意思了，我急得很。你要是没拉完的话，等我拉完你再来吧。有趣。此时楼顶3人并不顺利，不断的有羊群朝他们袭来，几乎都没有前进多少距离。可恶，这么多的吗？但诡异的影响是不可逆的，这些人已经没救了，而且他说不定下一刻就要降临了。在他的脚下，那些被漫天电影肢解了的羊尸，不知何时已经高高堆成了一座小山，小山还在堆高，不断有新羊加入，
无论是生是死，是完整还是残缺，他们蜂拥着堆入小山中，将其不断抬高。距离酒店2公里的封锁线位置，负责把守的赵浩一行人看着酒店方向。赵哥，前面的关卡传来消息，好像有人冲卡过来了。什么？这种时候有人冲卡？你没听错吧？我也觉得不可思议，不过前面关卡的同事就是这样说的。他们有没有说冲卡人数有多少？好多人。只见密密麻麻的人群，如同黑压压的海浪，向着他们拔手。他们都是吃过福康酒家外卖的，现在则变成了他的信徒。赵哥，这怎么拦？回车里吧，这种规模的人潮已经不是我们这几个人能拦得住的了。来者何人？李三缺，恐怕不是那家伙的对手。还没开打呢，你凭什么这么……这个家伙不是人，已经结束了。无奖励之后，此方现在就宣告结束，是不是有些太早？你问过我身上的剑了没？一剑开天门。这就是总部队长真正的力量吗？你以为靠一把小小的雨伞就能挡得住我这漫天的箭雨吗？哪有什么箭雨，只是常象征着轻声的小雨罢了。没希望了，李三缺这下彻底输了。凡人，你做得很好，为吾提供了不少乐趣，但吾还要救赎此方世界迷途的羔羊们，只能先到此为止了。你的目的究竟是什么？真是愚蠢的问题。凡人，吾的目的从吾降临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达成了。从降临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达成了。李三缺脸色巨变，他知道对方最恐怖的能力究竟是什么了，不是精神污染、影响认知，也不是强行压制他的天师诸鬼剑。这个自称小卧龙的家伙，真正恐怖的能力是化虚为实，扭曲现实。洗手间内，小嘎嘎侧耳倾听了一下外面的动静，细雨敲打地面的声音已经消失不见了。雨停了吗？迷途羔羊的力量，超脱于物质之上的至高存在。行走在身边沟壑间的小卧龙，以吾之名，聆听我的召唤。好家伙，这家酒店里面是有个屠宰场吗？居然有这么多死羊！我勒个豆，怎么就断了？道长不会怪我吧？无量天尊，这把桃木剑是道长你落下的吗？这只自称黑山羊的人形诡异实体，危险等级说不定已经达到了传说中的灾厄级。听说灾厄级的诡异实体没处理好的话，能覆灭一个国家。诡异支配者虽然强大，可他真的能对抗这家伙吗？这里怎么会有外卖小哥？有人点了外卖吗？你是谁？我的天师诸鬼剑这是怎么了？不是吾并不能做到破坏你的那把剑，那不是吾的权柄。你们这是在干嘛 ？cosplay 吗？直视自己那么久，居然还能保持自我吗？看来这个凡人和那家伙一样，都是特殊的个体，只是不知道这个凡人契约的是什么。李三缺看着身旁饶有兴趣互相对视的二人，将目光放在了小嘎嘎身上。他刚才一直在思索黑山羊说的话，他发现天师诸鬼剑的剑尖处竟断了一截，而且天师诸鬼剑失去诡异特性了。我以为这个有意思的凡人会像躺在地上的家伙一样，上来就是一套表演逗自己开心，可听对方的意思好像并没有发觉发生了什么事。而且什么是 cosplay？ 算了，我也感到有些无趣了。从我降临此方世界，这里就已经被打上了我的烙印。之前陪那个凡人玩闹只是打发一下无聊的时间罢了，加速一下进程好了，让这个世界的凡人全都变成追随我的羔羊，迷失在此方世界的羔羊们。二叔，你给诡异支配者暂定的疑似灾难级，好像
还是定低了。确实，不过真是邪门了，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？你说有没有可能，他其实也是一只人形诡异尸体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就麻烦了。上面的那些家伙是不会允许有这样的存在行走世间的。你这把伞真精致啊，出不出呀？凡人，你这在挑衅一位神明。大哥，我又不知道你 cos 的是哪个角色，你跟我哥这说台词也没用呀。永夜伞，听吾号令。凡人，我看你像只羊。这家伙真是奇怪，想要鼓伞直接开口便是了，怎么还骂起人来？我看你这家伙才像只羊。迷途羔羊的领路人，超脱于物质之上的至高存在，行走在深渊沟壑间的小卧龙。这位玩 cosplay 的大哥似乎要给我整个活，这是在念什么咒语吗？大哥演技有点子东西的，若不是少了点子特效，我都要怀疑大哥是不是真的会魔法。这位道士哥，大哥表演的如此卖力，你要不要也露两手？我跟他不是一伙的，你别找我。消失吧。我操！这怎么可能？为什么这个凡人还能存在？无法影响，无法消除，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凡人存在？不，这绝对不是凡人，这种存在压根不该出现在这样的物质世界才对。自己究竟是什么时候中招的？不行，绝对不能在这么一个小小的物质世界陨落。我可是伟大的小卧龙。爷，刚刚那个 coser 人呢？我记得自己应该是在和福康酒家内的诡异实体交手才对。对了，那个诡异实体呢？我似乎失去了一部分记忆，就连刚刚对抗过的诡异实体外形我都不记得了。不过眼前这个外卖小哥在这个时间点出现这里，必定不是巧合，说不定这家伙和酒店里的诡异是一伙的。大哥别耍了，我已经到下班的点了，你该干嘛干嘛去。你小子拿把断了一截的玩具剑跟我哥这闹闹，我都说下班了，你还不依不饶，我看你是入戏太深了。李三缺接过剑，像是被石化了一样，他张了张嘴，看向那道缓缓离去的背影，又低下头，仔仔细细打量起了自己手中的桃木剑。很自然的，他的眼神落在了桃木剑的剑尖处，那个断了一小截的地方。刚刚恢复些许神采的眼神，顿时又变得呆滞了起来。小嘎嘎骑上电瓶车，正准备回家睡觉，忽然听见身后有人喊他。他回过头看去，发现是刚才那个道士哥。你究竟是谁？我嘛，只是一名路过的外卖小哥罢了。外卖小哥吗？京北市诡异调查局总部，副部长王志华正在翻看桌上的几份档案，这是最近各地分局新建立的诡异档案。副部长大概就是这样。福康酒家里的诡异实体已经被李三缺等人处理掉了，不过事情上还有很多不清晰的地方。和诡异相关的事情本就都裹着一团迷雾，何谈清晰不清晰？毕竟福康酒家也不是危险等级很高的诡异之地。是，还有一件事，副部长，队长李三缺没有回总部。什么？李三缺这家伙没回总部？据说李三缺是有些私事要处理。江滨市李三缺为了调查一位深夜外卖单王，在一个破小区租了个房子，当然他也加入了外卖大军。刚办完入职手续的他回到了出租屋，站在出租屋门口，但没等他打开门，隔壁的房门却先一步被人打开了。原来是你呀，我的新邻居。我是今天刚搬来的，我叫李三缺，是个外卖小哥。我勒个豆，居然抢了我的台词，这下再说自己是个路过的外卖小哥，不就跟对方撞了？我叫小嘎嘎，是个主播。真是巧了，早上的那个道士哥居然成为了自己的新邻居，还是个外卖骑手。小嘎嘎离开不久后，李三缺也来到了楼下。很快他接到了他的人生第一单外卖，他忍不住瞪大了眼睛，这笔订单的配送费居然高达900块。外卖小哥这么赚钱的吗？餐品数量那一栏写着15份煲仔饭，取餐地址解放大街34号正宗广式煲仔饭，顾客昵称你猫哥，送餐地址解放大街99号冈田百货大楼。第一次当外卖小哥就接到了这样一笔大单子，能来得及吗？靓仔，你是来取餐的吧？靓仔，你可真是倒霉，
这个送餐地址我有印象，要求多得很，在附近的商家里都出名了。那个冈田百货大楼，听说建成时就发生过不少怪事儿，这几年倒是一直好好的。他们的保安队长吉波猫还经常来我这吃饭，不过最近大楼改建装修，吉波猫就不怎么来了，应该是在忙着巡逻。与此同时，小嘎嘎看着手机屏幕里显示的新配送订单，眉头微微皱起。你猫哥点的外卖，地址解放大街也对得上，到底要不要接呢？解放大街百货大楼6楼。吉波猫他身旁一位小弟突然开了口：猫哥，我的外卖员好像到楼下了。希望这个倒霉蛋不要像上一个那样废物，才上到3楼就被赶。放心吧，猫哥，我把之前那些外卖员试探出来的凶险基本都写在备注上了，只要他照做，我们取到餐的概率很大。人生就是一场概率游戏，你们继续点单，总有一个幸运的倒霉蛋能将食物送上来。鬼奴吗？进入之后就出不去了，这里又是鬼域吗？也许这处诡异之地根本就没有幸存者，即使有，他们也已经沦为了诡异的帮凶。既然出不去，那就只能找到诡异的源头，将其关押，彻底解决这处诡异之地了。我只带了4只鬼蛋，在地下室的鬼保安身上已经用了1只，现在还剩下3只，再加上至少要留1只限制这里的诡异实体，也就是说，我只能在正面对抗并关押2只鬼奴，然后就要靠自己的血条硬扛。怎么会这么多？我就要在这里结束了吗？真没想到，这小小的一栋百货大楼竟然引来了诡异调查局的总部队长，还是大名鼎鼎的天师朱鬼剑。完了完了完了！既知是本座来此，你这藏头露尾的鼠辈，何不速速出来受死？天师朱鬼剑好可怕呀！不过我想知道，诡异调查局又是什么时候注意到这里的呢？将死之人就不必知道这么多了。李队长还是那么霸道呢。小女子其实无意和诡异调查局作对，也一直控制着，没有将这处诡异之地的规模扩大。不如李队长就当发发善心，放过小女子如何？给你1个晚上时间离开这里，否则我必杀你。你让步了对吧？总部队长天师朱鬼剑李三缺一直以杀伐果断闻名，从未退让过半分。哎，你说你是总部队长天师朱鬼剑李三缺，那你的剑呢？像你这样喜欢藏头露尾的货色，根本没资格让我拔剑。我在进入这里之后，马上就下了这边的外卖单。深夜抢单王，快了！我是行走在黑夜的骑士，我所过之处，人们都被饥渴与欲望支配。无论你在何时何地，和我签订契约，我将给你带来新的希望。我叫小嘎嘎，全世界只有我看不见鬼。李队长，你知道温床吗？你是温床的人，你为什么会来到江滨市？难道也是为了深夜抢单王？没错，我是温床的一员，代号是鬼模特。至于为何来到江滨市，李队长就不必知道。你的问题我回答了，不知道李队长能不能也回答我一个问题？你刚才说的深夜抢单王又是谁？还好，看来对方并不知道深夜抢单王的存在。既然李队长不愿多说，我也就不多问了。对组织来说，能够得到一具无垢者的躯体，本就是意外之喜了。或许你会有幸成为圣子降临的载体。究竟叫来了个什么东西？这把剑不就是之前福康酒家门口那个道士哥的配件吗？对方也来给虎哥送外卖了。很好，短时间内应该不会再断了。会是那个男人吗？正宗本是包仔饭，居然也是个外卖员。这一年头，3灾级别的鬼徒都沦落到要去送外卖了吗？我终于找到你了，深夜抢单王。答应我，
不要再说出这5个字了，这也太羞耻了。你这家伙就是李三缺口中的深夜抢单王吗？你干什么我？女士，上来就叫人外号，我跟你很熟吗？想哭就哭吧，哭出来会好受一些的。道士哥，这人咋了？我不就说了他2句，怎么哭得这么惨？没什么，只是心里某些重要的东西崩塌了罢了。等会，楼下有动静，真是见鬼了！我就送个外卖，居然遇上偷电瓶车的，把你的外卖骑手 ID 给我报一下。啊！李三缺没想到深夜抢单王对自己说的第一句话，居然是询问自己的外卖骑手 ID， 但他还是配合地回答了对方的问题。请问，在您眼中，我们做的一切究竟有没有意义？这里一共是30份，然后包雅姐那还有90份，送餐地址就在楼上，这30份算是便宜你。对了，还有个 SB 点了20多份，还要求送到各个楼层，昵称好像是叫什么龙虎小天使来着，也转给你。糟糕，被发现了吗？转单完毕了，你同意一下就行，剩下的事情就全都交给你了。转单是什么意思？什么交给我了？